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马老师的游山打猎油管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张照片。提到照片，大家可能会联想到是什么？对，上周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是顶级流量的水平，可以说是爆红、爆红、爆红的状态。那大家都看过这张照片呢？那么内容是川普遇刺的时候，然后有位摄影师从斜上方的角度在台下拍了一张川普的照片，然后对，形式感特别的好。然后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就会联想到非常多的典型的这个历史上的形象，比如说对大家提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自由领导人民等等。好，那这张照片接下来获得了巨量的好评，很多人会说啊，那普泽利奖非他莫属了啊，赫彩奖今年的新闻报道奖非他莫属了，等等等等。你会发现，大家突然一下原来都还知道一些新闻报道摄影的事情，然后都知道一些奖项，然后众望所归，觉得就是他了。真的一定是他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希望不是他，对，我明确希望不是他，否则的话，那说明专业标准已经跟大众标准合二为一了。专业标准跟大众标准合二为一的时候，还是会让人有一个小小的遗憾。我跟大家简单的来解释一下，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新闻报道摄影，为什么会强调它跟提到它，原因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新闻报道摄影为什么要存在？那是因为设备很贵，抵达这个地方很遥远，路途的成本很高，还没有很多人有媒体的意识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。所以呢，随着报业的繁荣，随着国际报道的繁荣，新闻报道起来了，跨国新闻报道也起来了。于是呢，报纸会雇佣新闻摄影师，然后去很多个现场，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什么？巨大的信息量，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带来了真实。那比如说，大家脑子里可能能想象得到一个即将要饿死的孩子，然后背后站着一只这个老鹰苍鹭，就是说可能会对等待着这个孩子的死亡。那这个显然对你的冲击是很典型的。那如果越南战争中间有一个人，就是他被开枪打死，然后这张照片也是一样，直接被摄影师拍到，所以这些照片在意义巨大，对，意义巨大。然后它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，引发了很多的行动，然后促进了一些重要的变化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新闻报道摄影师是有着很大的这个骄傲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对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回到川普这张照片，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现场非常的复杂，有很多的事情发生。那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去掉了所有真实的讨论，它并不是提供真实，它是去掉了。大家能理解吗？你们所有的视线都关注他了，那川普到底在做什么？然后到底下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？然后我是觉得这张照片在我看来，第一，它是没有充足的信息量的；第二，它可能在真实性上是值得怀疑的。它不是指画面真实性，而是指它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真实信息，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。那如果大家去了解这张照片的出台前后的话，也会知道其实摄影师拍了很多张照片，然后呢，在照片里选出来以后呢，还经过了一个截取的过程，最后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画面。当然，很显然知道，可能大家都已经了解，就是并不是你拍到就意味着真实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选取、通过角度的方式创造出其他的意味出来。我认为这张照片意味过于强烈，以至于他不想让我们去讨论具体的现实，不想让我们去了解更多的信息，只需要符号化，只需要提取我们的情绪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我觉得它跟过去经典的新闻摄影是不同的，是两件事情。好，那这张照片出来之后，我想讨论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很多的，就是摄影圈的朋友在微信里面会非常的激动，然后呢，我也看见大家讨论说，哇，新闻报道摄影还活着，这个世界还需要这个新闻报道摄影等等等等，就是很激昂。我有一点淡淡的哀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我为什么提到说新闻摄影的出现呢？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它，我们能形成一套经济体制，我们能有足够的钱，广告费支持报纸，报纸支持摄影师，摄影师去给大家提供真相。那在这种过程中，这个经济上是可循环的。现在呢，
现在我们还需要多少新闻报道摄影师呢？肯定是需要的啦。大家知道巴以战争，我觉得新闻摄影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，因为这个我们稍微再聊，因为信息量太大，有信息量太大的问题。但是总体上来说，今天人人都有手机，人人都可以拍摄，甚至经过了5年、10年的训练，每个人头脑里面都有视觉形象。正如在座的诸位都会觉得这是个好照片，都会觉得他得赫赛跟普利策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们的头脑都经过了什么？经过了视觉的训练了，和以前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是一个还凑合的摄影师，更何况你说在现场多少人在现场？每个人都是现场，每个人都可以拍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普遍的情况下，当一个事件发生时，我们需要多少新闻摄影师？我们是否需要他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照片？你会发现消费的格局已经不一样了。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拍照，每个人都在传播照片。所以，像巴以战争的过程中，或者在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得到的是海量的照片，不再是说我们特别需要派一个人，然后紧急到现场一定要得到照片。每个人在传播着不同的照片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推特上分享自己拍到的照片。那俄乌战争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去收集照片呢，就会得到海量的跟俄乌战争有关的个体发布的照片、个体发布的这个视频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提供的信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真实。所以在这个角度下，社交媒体跟大众参与是从经济模型上挑战了新闻摄影师，是从需求跟照片的生产流通的这个核心逻辑上挑战了报道摄影师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我对于报道摄影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是否还能够，我觉得这个职业是应该存在的，也还可以存在。因为在某些时候，我们是需要报道摄影师的。所以我们就回来挑战了，你觉得一位新闻人士或者一个报道摄影人士，他只需要抵达现场，只需要拍照吗？那很显然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这个越南战争的，或者看到乌干达的这种儿童的照片，它背后其实是包含了更高要求的新闻职业素养的。我们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巴以战争这种事情。在加沙这种地方，每天都在发生人道主义的灾难，但是它背后有复杂的历史，然后有着很多人受伤害的这个历史经验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能够看到海量的照片、视频，而且照片跟视频明确是当做什么？当做某种程度上的战争宣传武器啊！我们为了什么东西辩护？我们为了我们的什么行为、什么主张去辩护？所以我抛出了什么照片？在越海量的照片情况下，我们越会刻意的去利用它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希望有一定专业素养的、深思熟虑的，能在现场跟我们提供某一些照片。所以在这个角度而言，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存在的价值，很大的价值。但是，对，战争总是很残酷的。好。那我们回到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川普的这张照片，大家也能理解我为什么说他其实并没有提供信息的原因。那么我重点还想讲的什么呢？重点讲的是为什么这张照片会红火。我们提到了巴以战争，我们都是拿照片干嘛？都是拿照片来作为我们的观点的支持，作为我们想提倡的这些东西。所以，对于川普这样的一个总统竞选的一个竞争性的事件，然后有巨大的阵营冲突，有明确的观点的冲突的状态下，大家需要的什么？你会发现大家需要的其实就是那张照片。这个摄影师从某种角度而言，他的成功就是在于我完全提供了一张响应大家需求的，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，反对者也说不出话来，因为这毕竟是一次枪击事件，然后支持者更是群情激昂。你会发现他对于观点的表达特别有用，所以呢，他在社交媒体上瞬间就流行开来了。社交媒体需要什么？就是需要这个，需要的就是最浓缩、最临接的这个符号。我会用一个词什么呢？我用一个词叫做图腾化。图腾化就是说，我们会关心一些核心议题，我们会关心一些重大事件，在这些核心议题跟重大事件里，我们是有自己的观点跟立场的。
那么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遇到很多新鲜的事情，我们都直接用我们的核心观点去跟它碰撞。这个属于我关心的吗？哦，是。跟我一致吗？哦，一致。你会发现这就是什么？它会在我们社交媒体的生活里面会形成一种图腾。我们看到它就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们看到它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那这张照片很显然，它就是一种图腾化的照片，它提供的是社交媒体的某种程度的结果。它不再是我们经典的新闻摄影。经典的新闻摄影是要去响应过程，是要去提供信息跟真实，而不是我们在结果里面挑出一张最具有代表性的、最图腾化的照片。所以新闻摄影跟以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摄影呢。当这张照片已经被流传、已经被证明之后，再被传统媒体采用，很恭喜这位摄影师，我确实真心恭喜，因为新闻摄影其实越来越困难嘛，那么他这样照片一定会被很多媒体采用，他的收入上来说相对而言就比较可观一点。这恰好是我想认真讨论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生产机制再去支持新闻报道摄影呢，而社交媒体又非常非常需要图腾化的标志性的结果的，于是对这张照片就红了。好，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内容，我还是想说的是，新闻报道摄影在今天遇到的挑战还挺大的，它是否能够获得它应有的地位或足够的影响力是很难的。虽然小范围它会生存，但是今天来说，我们面临的很多新的情况，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。社交媒体的影像，如果说它只是结果，它只响应情绪的话，那么影像到底还有没有可能给我们提供真实探索的功能？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转发和留下你的观点，谢谢。